这时候会建议你回来去找这个错题表，刚刚那个错题表，然后呢，你把这些标签有没有，把这些你每一道题目检讨后所留下的标签，请你把它去做频次统计。哦，那以前的频次统计很麻烦啊，就是你还要去学会什么 Excel 的那个什么巨集啊，有没有 Excel 的那个什么就是函数啊之类的，我要去写这个概念这样子。以前的很麻烦，因为以前也有人是试过这种标签，结果他最后要去做统计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要去点，然后去画正字符号有没有，或者是他一定要为每个标签开一栏，那还得了啊？刚刚你看我们标签那么多，对不对？十几20个标签，如果你每个都要开一栏去勾的话，那不就很傻眼了嘛，对不对？比什么菜单都还复杂。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为什么？现在的做法是，你可以直接把这整个表格有没有复制下来，然后呢，你就直接去贴到任何你手上有在使用的 AI 嘛。像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把表格复制下来，然后呢，这里面的表格，好像这个表格是成绩单的表格啊，那个不一样，但这些成绩单表格里面有很多标签啊，然后呢，你直接贴到里面，请他帮你去做频次统计，对不对？你看我下了这个指令是什么哈？就是为诊断标签出现的频率做频次统计的排序。那这个时候呢，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就可以去帮你做出来排序，说你在这个 RC 的地方你这个礼拜里面阅读理解错误大部分都来自于长难句的分析，对不对？这个礼拜里面呢，你的文章的理解错误大部分来自于文章结构的分析。你的选项大部分是第一轮就把无关选项排除掉了，就把有关选项留下来，或者是把有关选项排除了，或者是这个礼拜里面你的深入检讨大部分都是定位的问题。这样子你会发现，你在回来看的时候，你就确实知道要回去复习课程的什么部分，对不对？比如说课程里面讲逻辑简图，讲文章架构，讲推理，就是讲那个文章架构预测判断的地方，这就是你应该复习的地方。课程里面讲 RC 的常见的第一轮该筛选的无关怎么判断，方向相反怎么判断，这就是你要去复习的地方。课程里面讲的某种题型该怎么去定位，这就是你该复习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频次统计，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频次统计的例子，你每3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回来做频次统计，你就可以确实知道这一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复习日的时候，你应该要回去 review 哪一些章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直接跳脱单一的题目，然后呢，确实知道自己能力的问题去对症下药。所以我们回来想一下你以前做的错题本的特色是什么？你可能真的有像刚刚一样，你有去记录了错误选项、正确选项，你也有去记录了做题时间，对不对？那你甚至把一些对选项的检讨也放进去了，把文章检讨放进去。可是问题来了，这个错题本你后来有回来看过吗？你回来看过之后，你有去做到有效的分析吗？没有，对吧？你只是回来看说 Dustin 这个错误率好高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错蛮多题目的，对不对？你也只是单纯的看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啊，错误率高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你甚至不用去做题本，错题本你虽然统计一下那个题目就知道你错误率很高了。你要知道的是背后这个东西，就是背后的这样错的真正的原因，或者是卡真正的原因。而这个真正的原因，别人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那个思路是藏在你自己心里面的，就是我也无法去看到你的内心，所以你唯有当下记录下来，或当下去对照，由你自己来操作，你才能够去归纳。而我能给你的是一套像这种有效的让你自己去觉察的方法。这样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所以呢，你抓到点之后，比如说这个礼拜我们发现前2大的错误是这2个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设计解决方案，或者是复习课程，对不对？比如说你发现这个礼拜最常遇到的是这个 RC 文章判断架构的问题，那你就我们要做的练习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抓5篇文章，然后呢，我们就不要去看题目，那我们只看文章本身，那我们重点是要去练习上课讲的这个逻辑简图的方法。然后呢，就是帮自己去定义每一段落的问题，回来去检讨，对吧？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的能力加强方法。或者是你这个礼拜统计完结束之后，发现说，我这礼拜真正的问题其实应该是这种，就是2选1会选错，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做的特殊的练习，就是说我们去挑10题出来，那我们去研究，让我最后留到2选1的选项，到底这之中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点？
他们有没有相似的逻辑问题，比如说都使用了过度的范围名词，比如说都使用了过度武断的字眼，比如说都做到了因果的倒反，比如说都把就是时间就是只有相关性却硬要推成因果，你就可以用上课讲的那个方式来去做这些重要选项的分析，这样才叫对症下药。OK， 好，对症下药。好，我们现在回来去 review 一下刚刚我们到底讲了什么概念。其实这些概念操作起来都非常的简单。好，第一个，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小，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好，第一个，我希望你陪我一起走的第一步是，不要再去做随机的练习跟毫无目的的检讨，这是这第一步。好，你以前做的是做完题目直接对答案，对完答案直接看详解，看详解完之后直接做下一道题，请你停止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先帮你复盘。好，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是，我们来分辨自己什么样的题目需要检讨。这道题目做完，如果是正确且充满信心，直接跳过，不用检讨，没有关系。这道题目做完，如果是明确知道自己卡在什么点上，那这种时候你可以不用去录音不用去记录自己解题流程。你看，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边就不用去录，因为我们录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卡在哪个点上，所以我们要回去溯源嘛，对不对？但如果你自己清楚的知道就是那个点卡住了，比如说你就是确定你就是确定找不到定位了，你都已经确定自己的问题点在什么地方了，那你为何就不用去录整个流程啊？所以如果清楚感觉到自己的问题点在什么点上的话，你就不用去录流程，你就直接去看那个地方的详解就可以了。因为录下来或者是重新回来去写那个流程，那个是很花时间的事情。看整个解题的详解或详解影片，那个也是很花时间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你多花时间，我们都是时间很宝贵，希望快速克服的人，对吧？好，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呢？只有一种我们是真的要把时间花下去，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做错但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是等于说一台车开不动了。有些人知道这台车开不动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听那个声音就确定是引擎熄火了嘛，对不对？所以是确定是引擎坏了。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咕，车子就抛锚了。那这种时候当然就是要把整个流程拉下来，自己的流程拉下来，再去做对照。OK，所以这是第二步。我希望你从确实的问题分流开始，这样你才能做到增加练习题数的同时，也不减检讨的品质。好，第三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分成理解层、分成定位层，以及分成推理跟选项层，然后我们去对照这个目录。这个目录我等一下会跟礼物一起提供给大家。好，对照这个目录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再下一步叫做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错题本上。这个错题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Excel， 记录下你每天做的题目，做对做错选项是什么，做对做错然后呢后面的时间还有就是你刚刚对照所记下来的诊断标签，每3-4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回来使用简单的 AI 去做频次的统计。OK， 好，然后呢根据这些点去对症下药的解决。这个其实就是一整套的流程，它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愿意开始做。好，因为为什么说简单，是因为它的逻辑非常清晰，就是跳脱对单一题目的检讨，把所有题目的检讨都画成了对照，把详解的功用不是只是在于理解这道题目，而是在于对照，让你抓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把自己的问题结构化整理起来，最后再用这个结构化整理统一的语言去找解决方案。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有清楚逻辑的检讨你不会很难操作。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流程。那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就是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加速呢？有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加速？当然有办法。什么办法？你可能会说，Dustin，我要去看详解很麻烦啊。第一个，官方的详解，他用的这个，他只是讲那个，就是每个选项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对不对？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讲我的思考流程是什么。
哦。那你说这个就是看详尽影片啊，详尽影片本身又很花时间，对不对？哦，一个影片录个20-30分钟，好，每一道题都讲，然后呢，我有些时候整个文章爆掉，我就是要回去看20-30分钟的影片，30-40分钟的影片，我也很花时间。那可是我一天只有3个小时、2个小时可以准备，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天只能写1到2篇吗？那久而久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每一天都好像做了很少题目，对不对？好，没有做到检讨的效果。然后或者是觉得说自己投入这个，比如说自己投入了40分钟去做一篇 RC 那的检讨，还不如去多写3篇 RC。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你与其去看你那个40分钟的详尽影片，还不如我把这个时间去做3-4篇 RC，就到最后就回到了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你以为说好像做这个时间的 CP 值，就是同样40分钟做3篇大过于检讨1篇 RC，结果到最后你是没有进步的。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会有这个感觉。所以呢，我就有责任帮你再继续加速检讨。好，来，我们来看怎么去加速。这个加速要得益于现在最新的 AI。我呢，开发出的 AI 有很多代，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介绍一下哈。最早第一代是直接教大家如何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自己平常用的 AI 里面，用一些指令去做到学习的效果，这是最早的。OK，但是后来发现，每个人跟 AI 互动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习惯，有些人不习惯。哦，所以如果只是给指令让它自由发挥的话，那这种时候呢，学习效果会很不一致。再来呢，我就进入到我的 AI 2.0。我的 AI 2.0是，我设计个别的工具，让大家去使用。有些是抓逻辑简图的工具，有些是抓逻辑链的工具，有些是做混淆选项检讨的工具啊。我总共设计了40几个工具啊，哦，40几个工具。结果后来发现，光是要研究这些工具要怎么去搭配使用，同学们也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尽管有用，但是就是不易用。这就很像是今天我突然给你一个那种老师傅用的工具箱，有吗？一打开又是起子啊，又是扳手啊，又是一堆各种型号的螺丝，你会觉得，所以要怎么办？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呢，不易用就成为了你最大的阻碍。现在我要讲的是最新开发的第3代的 AI。好，第3代的 AI 已经做到最易用。什么叫最易用？第一个，好，就是第3代的 AI 呢，我们是可以已经做到了，把我上课的教学方法、老师上课的教学方法，已经全部都融在了这个 AI 里面。OK，好，所以呢，这个 AI 它是直接复刻我们上课时候的方法。好，比如说上课讲这道题目的解题流程是什么，这道题目的解题策略是什么，上课讲这个地方的考点是什么。如果你用外面的 AI 解出来的，就是你用你自己家里面的 AI 解出来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哦。来，假设今天我们用自己家里面的 AI，比如说这个地方，好，它解出来的会跟你用这个 AI 解读出来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用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他随便去发明的这种解法，这样子。OK，好，用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解法。好，来，你看哦，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用的是我们上课的 AI 的话，它就会直接讲说，哎，我们上课有讲，重点不是100%读懂，上课有讲前面是2到2.5分钟，上课的第2章要讲到动态结构分析法。好，然后呢，上课我们有讲说，如果你有看过 Dustin 以前的公开课，或者你有上过周杰的课程的话，你应该知道，文章的前1/3要先抓主题跟态度。对不对？然后呢，我上课的，或者是你可以看我解题影片，我相信各位，你如果有上过的是A2的线上班的话，对不对？你一定有看过当时你的解题影片，对不对？还记得当时解题影片都是有一步一步走的嘛，对不对？我是不是会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段跟你讲说，这个文章的每一步骤每一步骤的态度，对不对？就是文章架构的拆解，他都有做到。看到第一部分是找3分之一的主题跟作者态度，第二部分是辨识论点跟评价，第三部分是就是延伸段的批评跟总结，然后还会有文章的结构图。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外面的 AI 的话，它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它只会跟你讲第一段的内容，第一段的第二段的内容，然后呢第三段的内容，它只会跟你讲这个东西而已。那再来第二步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来，如果今天是外面的 AI，它只会跟你讲说，这个地方文章的关键句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解题思路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AI 的话，就会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有去分析题目是什么样类型的题目。分析完类型的题目之后呢，接下来继续再去做题目的定位。
好，定位完之后再去做拟答。大家如果看Dustin 上课的解题流程的话，或者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的分享，我都说我们不是只是辨认出题型，或者只是辨认出定位句，我们是题型定位还要再多加一个叫拟答。然后我们会把我的拟答去比对这每个选项，去看说它的逻辑是不是有跟我们的拟答对到，这样会加速我们的解题时间，对不对？但是外面的就是如果是一般的 AI 是不会做到这件事，它是没有拟答的这样子，OK？还是没有拟答的。所以呢，我们所做的 AI 它已经可以做到取代解题影片的作用。就是你不需要再花30-40分钟的时间去看解题影片。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你只是说定位有问题，那你直接看这个地方不就好了吗？对吧？好，甚至你还可以跟他互动，然后影片还不能跟他对话，它已经是可以做一个快速取代解题影片的作用。好，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除此之外，我们的 AI 还可以去做到一个作用。我们刚刚不是说你看完详解之后，你还要再去做对照吗？那对照，如果今天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只有一个问题点的对照，那当然还不打紧，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今天只是这种只有一个问题点的对照，那 OK 没有问题，很简单，你就直接回去看那个点就好，甚至可以跟他对话。但是呢，如果今天是整个解题流程对照，你光想就觉得好麻烦，对不对？自己要录这整个流程比如说看 RC 的文章还加题目，我这样讲话就要10几20分钟，那后面看影片还要30几分钟，那神经病，对不对？所以你就可能就不想做。但是呢，我们来看如果今天用这个 AI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刚刚不是说录下来的东西可以把它转录成文字稿吗？现在网络上非常多免费的语音转文字的 AI 都可以去做到，免费帮你把你录下来的音档转成文字。好，这个地方是同学录下来他解题的过程，就是对这篇文章的3道题解题的过程。你可以看到，我们把它用语音转文字的 AI 转成文字之后呢，直接去对照解题流程。你看，以下是我的解题流程组织稿，请对照老师的思路，点出我可以学习改进的地方。他就会直接跟你讲你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你可能只是对内容做翻译，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就 Dustin 上课的时候强调的是每一读一句话，每一段都要去预测下一段的重点是什么。预测，然后呢，每一个资讯的细节，我上课有强调过，不是只是看细节的表面，你是要去看细节的功能，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不是很懂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不是说只有再读一遍，你要做的应该是果断跳过，对吧？有看到这是我上课，如果你有上过我的课，应该都知道就是说，这个资讯如果你没有考到的话，那其实你就赚到了时间。那如果有考到的话，没关系，你再考到再回来看，还是可以有理解啊，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他还是会去点，他还会去点出说你每一道题做的问题所在，比如说就是这个地方你第一遍读文章的时候有没有预测性阅读？然后比如说就是第二道题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做的很好跟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有不确定的选项，你先留着，其实你可以去做更多做一步，就是主动的去想到一些那种反例来去证伪，这样子，对吧？然后呢，第三步，也许你做对了，可是你的拟答就是你在看选项之前，你的 prefix 是不够精确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帮你去对照你的解题流程跟解题影片或者是 Dustin 上课的流程，哪些地方不一样，这才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你要知道的不是故事是什么，你要知道的是刚刚内部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们的第三代 AI 完整的解决掉这件事情。接下来我再给你看一个进阶的用法。我们刚刚不是说还有下一步吗？下一步叫做我们要如何把这些我们需要改进的点去把它记在错题本上嘛，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刚刚错题本是长这种形式，是高度结构化的形式。我们要如何把它记在错题本上？很简单，我们就把刚刚的目录上传上去，上传上去。好，然后呢，跟他讲，请根据这份目录告诉我，你刚刚帮我对照的过程中显示我有哪些问题，有没有？所以这种时候呢，你会看到他就直接点出来说，你这样对文章的这些理解，其实里面呢可能包含了词汇理解错误，可能包含了句子的结构的理解困难，对不对？然后呢，你刚刚在拟答的过程中，你好像有些地方这个拟答它的方向是比较模糊的，对吧？所以你虽然没有预测方向错误的问题，可是你的拟答可以更精准。有看到好，他会帮你去归纳，到底你这道题目做的不够好，是因为哪些诊断标签的问题，就可以把这些标签复制下来，然后呢贴到这个错题本。那在这个周末或者是3-4天之后，再回来去整理这些标签的频次，回来去复习课程，这样是不是就更有方向了？OK，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代的 AI，它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去想说我到底要用哪一个，我到底要用哪一个哦，因为以前第二代的 AI 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具，对不对？对吧？但是第三代的 AI 就是直接跟你讲哦，答案是什么，而且它是用上课讲的方式给你看每一道的详细解题流程，你上课学的东西跟你现在看到的详解是一样的，不然你去看那个 OG 的详解，那个详解讲的跟我们上课讲的不一样，虽然他可能讲的也是对的，可是你无法去就是对到你的思路嘛。或者你看网络上什么 GMAT Club 的那些讨论区的详解，当然他们可能有道理，可是他们就是很散，对吧？你看10种有10种解法，那你不一定是跟上课讲的是一样，这就变成杂家拳，变多头马车。但你现在看到的详解会跟我们上课讲的一样，跟我们上课的方式一样，还可以跟他互动，并且你还可以请他帮你去对照你的解题过程，并且你还可以请他帮你去结构化你的遇到的问题，然后让你去记在错题本上面哦。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代的 AI。